家有没有发现《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在某些方面很像，就好像是同一个作者写的一样，在《水浒传》这本书中总能捕捉到三国人物的影子。比如林冲长着一张张飞的脸，两人的相貌特征都是豹头环眼、燕汉虎须，而且他们所用的武器也都是丈八蛇矛，这就不禁让读者产生疑问，到底是《水浒传》抄了《三国演义》，还是《三国演义》借鉴了《水浒传》？有一部分观点认为，《水浒传》成书更早，是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借鉴了《水浒》的人物设定，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要知道，刻印成书的时间并不等于故事诞生的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演义》刊本、《水浒传》刊本都是明代才定型印刷，而这两部作品都不是作者凭空写出来的，全部来自宋元几百年的民间说书与杂剧话本。早在宋元时期，三国故事就已经在勾栏马社广为流传，张飞豹头环眼、燕汉虎须的猛将形象早就被说书人讲了一代又一代。所以并非是三国抄水浒，也不是水浒抄三国，二者都是采摘了千百年来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素材再二次创作。此外，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很大概率还存在师徒合作的关系，甚至有二人共同参与编撰水浒的说法。那么这一期我就带着大家来深入挖掘一下两本小说中藏着的奇妙关联，看看施耐庵和罗贯中在创作时到底埋下了哪些跨越两部作品的联动彩蛋。我们先从核心人物的对应说起，总共是6组。第一组，大刀关胜对应武圣关羽，关胜能够坐稳梁山五虎上将之首，凭的不单是武艺，更是那身与生俱来的武圣光环。毕竟他的祖先关羽在《三国演义》中就是五虎将之首，两人有着最直接的血脉联系。在《水浒传》里，关胜是关羽的嫡系子孙，具体是多少代的子孙已经理不清了。反正关胜无论是外形相貌，还是所用兵器及自身武力，都完美复刻了自己这位先祖的特点。小说中写，关胜生得丹凤眼、3绺长须，面若重枣，胯下一匹赤兔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活脱脱就是关羽重生，甚至就连他刀法招数中的脱刀计也和祖先关羽一脉相承。但他终究只是祖先关羽的变相，只有云长之形，没有云长之魄。当年关羽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只为践行桃园誓言，最后大意失荆州，虽不幸被俘，但宁死不降，用生命守住了忠义。反观关胜原本是朝廷武官，兵败被俘后没做多少坚守，就直接归降了梁山，后来又接受了朝廷的招安，重新回到了大宋体制之中，最终酒后坠马，重病而亡，结局实在窝囊。这种对比也恰好藏着两部作品一以贯之的人物底色。关羽是活在民间传说里义薄云天的武圣，是超越世俗利益的精神符号，而关胜是水浒世界里贴合世道人心的江湖好汉，自然也就少了那份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性光环。第二组人物对照豹子头林冲对应猛张飞，这一对没有血缘关系，却是外貌的高度复刻。豹头环眼，燕汉虎须，手持丈八蛇矛，这既是《三国演义》里张飞的标配，也是《水浒传》里林冲的经典形象。可两人的性格与行事风格却天差地别。如果说张飞的性格是爆裂如火，那么林冲就是一团被压抑的冷艳，想让这头豹子爆发简直太难了。他一再退让，步步受辱，直到走投无路被逼上梁山，内心也始终藏着一份对安稳生活的渴望。一张猛将的面孔，却装着一颗被现实反复搓磨的普通人的心。也正是这种外形与性格上的错位，才让林冲成了水浒里最意难平的悲剧形象。第三组人物对照，小温侯吕方对应温侯吕布。吕方纯粹是头号吕布粉丝，崇拜吕布，就学他使方天画戟，给自己起绰号小温侯，名号装扮兵器全部照搬，可本事定位却差了10万8千里。要知道，吕布是汉末威震天下的飞将，而水浒里的吕方只是一个战战为王的普通草寇，武艺还入不了一流。这种人物上的反差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世间从不缺少崇拜英雄的人，但不是谁都能成为英雄，模仿得了外表，复刻不了实力。第四组人物对照，智多星吴用对应武侯诸葛亮。这一组关联更多是身份与知识定位的呼应。诸葛亮是汉末三国公认的顶尖谋士，他足智多谋，辅佐刘备开创了蜀汉基业。而吴用作为梁山的军师，几乎每一步梁山发展的关键节点都离不开他的筹划，和诸葛亮在蜀汉的作用几乎对位，两人在名号上也有着巧妙呼应。诸葛亮在民间传说里被称为智圣，
吴用的绰号便是智多星，都指向了多智这个核心标签。此外，吴用还号称嘉亮先生，有超越诸葛亮的意思，可见他自视甚高。但客观的讲，吴用根本无法与诸葛亮相提并论，无论格局还是精神属性都差得远了。诸葛亮一篇隆中对，定下天下大事，一生鞠躬尽瘁，心怀家国天下，为兴复汉室耗尽了一生。而吴用原本只是落魄教书先生，结生辰纲只为摆脱当下的困顿，并未有什么安邦定国的远大构想。后来上了梁山，他的谋划也始终围绕着梁山团伙的生存与招安展开，始终未跳出这一方小天地。再者说，他的计谋大多都不是阳谋，是不择手段的算计，为逼卢俊义上山，编造反诗，害得人家家破人亡。这份凉薄狠辣，令读者嗤之以鼻。反观诸葛亮，一生行事光明磊落，无论是对敌作战还是治国理政，始终坚持着安民保境的底线，从不以卑劣手段构陷无辜。二人格局境界的差距高下立判，但有这样的对比也并非偶然。要知道《水浒传》本就写的是江湖草莽的生存百态，吴用的眼界心术恰好符合梁山草寇军师的身份定位，所以也不必强行要求他拥有武侯诸葛亮那般济世安民的家国情怀。第5组人物对照，小霸王周通对应小霸王孙策，这一组仅仅是绰号上有关联，两人的身份、武艺与格局天差地别。周通不过是桃花山占山为王的草寇，不仅武艺低微，行事更是偏狭不堪，曾强抢刘太公之女做压寨夫人，结果被鲁智深暴揍了一顿，上了梁山后也没有什么作为，最后在征方腊时被厉天润一刀斩杀，徒留笑柄。而孙策出身将门，少年得志，短短数年便横扫江东6郡，打下了东吴政权的奠基之业，其作战勇猛堪比西楚霸王项羽，是真正能担得起小霸王名号的英豪。水浒传作者在这里就藏了一层辛辣讽刺，名号可以随便往自己身上安，但英雄的气魄与功装不出来。最后一组人物关联，美髯公朱仝对应关羽，除了关胜，朱仝也有几分关羽的影子，甚至朱仝才是更接近关羽精神内核的人。两人既有外貌特征的呼应，也暗藏着性格底色的勾连。朱仝长得面如重枣，一部虎须髯飘洒在胸前，比关胜的3绺长须更贴合关羽美髯公的经典形象。性格上，朱仝也如关羽一般重义轻生，先后放走晁盖、宋江2位梁山首领，后来又私放雷横，哪怕自身受到牵累也在所不惜。而这份义薄云天的特质，恰恰是作者将关羽的特质安在他身上的巧思。但结局又形成强烈对照，关羽舍生取义，悲壮殉国，流芳千古；朱仝历经战乱，平定方腊之后得以善终，官至大宋朝廷节度使，一个以死成全忠义之名，一个在乱世的泥沼里守住本心活了下来。看完以上这6组对照，我们也就能读懂三国和水浒更深一层的区别。简单说，《三国演义》写英雄如何造时代，而水浒写时代如何碾碎英雄。一个讲意气凌云的理想，一个讲满目疮痍的现实，最终又都指向了一种英雄幻灭的宿命，但那份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义字从来没有变过。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写尽浪漫，一部写满悲凉，却同样都能成为千古流传的经典之作。三国英雄逐鹿天下，靠的是胸中抱负与一身侠义；水浒好汉落草江湖，守的也是心底对善恶对错的坚持。